在微观世界中，电子、质子、中子等等都有自旋，整个银河系也在旋转，可见宇宙中物体的旋转运动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宇宙中所有自由存在于空间中的物体都是以螺旋式在运动。螺旋式运动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规律，星球的自转和公转本质上都是螺旋规律造成的。空间本身只可以柱状螺旋式在运动。我们知道，当我们仰望那广袤无垠的星空，心中总会涌起对宇宙起源的无尽思索。现代主流科学所推崇的大爆炸理论宣称，150亿年前，宇宙是一个神秘的起点，随后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诞生了时间、空间和物体，而人们通常认为宇宙正是由这三者构建而成。1927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父勒美特率先提出宇宙大爆炸假说。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凭借观测结果提出了星系红移量与星系间距离成正比的哈勃定律，并推导出宇宙膨胀学说。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加莫夫正式确立大爆炸理论，认定宇宙由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所形成。然而，本人在1985年的夏天，有幸从一个高级别的外星文明那里获知了关于宇宙的核心奥秘。以此来看，宇宙大爆炸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在外星文明的认知体系中，时间乃是我们观察者周围空间以光速向四周发散运动所给予人的一种感受。倘若没有人类，时间便不复存在，也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以及现在的概念。宇宙的年龄是无穷无尽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宇宙原本就一直存在着，并非从其他事物演变而来，并且它也将永恒地延续下去。宇宙空间同样是无穷大的。他们认为宇宙是由物体及其周围空间所构成，不存在第三者与之并存的事物。一切物理现象皆为我们对物体以及物体周围空间运动的一种描述。时间、位移、质量、电荷、引力场、电磁场、合力场、能量、光速、速度、动量、力等等这些基本物理概念的本质，皆是物体相对于我们观察者在空间中运动或者物体周围空间运动所形成的结果。不依赖于观察者而客观存在的东西便是物质。由于宇宙中不依赖观察者而依然存在的没有物体和空间，所以物质由物体和空间共同组成。宇宙中只有物体和空间能够不依赖观察者而真实、独立的存在，其余的一切都仅仅是人类的描述而已。一旦脱离了我们观察者，便统统不存在。就像我们眼前的一棵树、一条河是物，树的生长、河水的流动则是事。在宇宙中，物体和空间是物，而其余的诸如时间、位移、质量、电荷、场、能量、光速、速度、动量、力、温度、声音等等都是事，是物象。对于我们观测者运动时经过我们人类描述而产生的一种性质。主流科学家声称宇宙大爆炸理论最为有力的证据是宇宙空间时刻处于膨胀状态。然而，宇宙大爆炸理论与相对论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倘若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两个观察者相对运动时，测量时间的过程是不一样的。设想一个外星球相对于我们以接近光速运动，我们度过了1年，这个星球上的人可能已经度过了1万亿年。如果说宇宙起源于15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那么这究竟是相对于哪个星球而言呢？由于宇宙中时间的流逝是不均匀的，所以说宇宙的年龄有多大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在西方国家，人们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论是为了应和上帝创造人和万物的思想。令人可笑的是，许多中国人也盲目地跟着瞎起哄。一个星球相对于另一个星球高速运动，这个星球所在空间中的时间与另一个星球上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星球上的时间仅仅过了几分钟，另外一个星球可能已经过了1万年。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这个星球上的时间过了几万年，另外一个星球可能仅仅过了几分钟。不过，宇宙中任何地方时间倒流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的时间流逝不一样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只有通过比较，
我们才能知道哪个地方时间流逝的快一些，哪个地方时间流逝的慢一些，而在同一个地方是没有比较性的。实际上，宇宙中任何两个地方的时间流逝都不是一样的，很多情况下由于差异微小，我们难以察觉罢了。在宇宙中，不光是相对运动的星球的时间进程不是均匀的，在强引力的星球表面，时间流逝的极为缓慢，甚至到了几乎停止的地步。宇宙中时间流逝的不均匀在有些空间区域里是非常显著的，相差的数量级是非常巨大的。宇宙中有的地方过了1年，有的地方可能已经过了几亿年了。从这种角度来看，现在流行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纯粹是错误的。当然，宇宙中部分星球相互吸引，最后演变成一个超级星球，之后又爆炸分离出气态星球，随后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又演变成小的星球。这种周而复始的变化在宇宙中比比皆是，但是这只是宇宙的局部情况。如果说整个宇宙包括时间、空间、物体都是爆炸而来的，那就更加荒唐了。我们知道，爆炸有一个或者几个中心点，而宇宙中的星球相互彼此在远离，没有中心点。这个明显是空间本身运动的原因。由于时间的本质是我们观察者对空间本身运动的描述，如果没有人类，宇宙给我们的景象就如同一个照相机的定格镜头。人类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知道时间是人的一种感觉，并非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时间起源于150亿年前的一处爆炸，这种看法显然是荒唐的。宇宙中星球相互远离的真正原因是物体周围空间时刻以圆柱状螺旋式在向四周发散运动所造成的。一个星球相对于我们观察者静止时，这个星球周围的空间时刻以圆柱状螺旋式，即旋转运动和旋转平面垂直方向的直线运动的合成，向外发散运动。但是旋转运动由于相互抵消，实际只是以星球为中心，以光速向四周离开运动。这就如同磁场的高斯定理，一个平面上有多少磁力线穿过，就有多少穿进来，这样从整体看相互抵消为零。但是从局部看，空间本身旋转运动仍然存在着。当宇宙星球相对于我们观察者运动的时候，周围的平衡被打破，旋转运动将会出现。或许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星球周围空间都是以光速在辐射式发散运动，星球存在于空间中被空间这种运动带着向外跑，那么哈勃定理中的星球相互远离的速度应该是光速，但是实际观察到的速度却远远小于光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宇宙中每一个星球都有一个大小不一的初始运动速度。设想一个星球和我们所在的地球有相同的初始运动速度，我们应当看到这个星球和我们地球是相对静止的。如果这个星球在我们看来绝对静止于空间，那么这个物体会以光速相对于我们运动，这就如同发光一样。空间本身的运动还有一些特殊性，比如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如果认为苹果是静止的，是地球撞上了苹果，那么在与我们中国对称的巴西国家同时放上一个苹果，苹果并不会加速飞到空中。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原因是空间本身的运动是以地球为中心，从四面八方时刻向地球加速坠落。如果能够设计实验，可以设想把一个人送到一个远离星球的真空里，这个人仍然能够观察到星球都离开自己向四周发散运动，并且感觉周围能够观察的一切都在旋转。至于空间本身为什么时刻要运动，为什么会以圆柱状螺旋式在运动，这个就是自然界的核心秘密。物理上的运动状态是我们人对几何中的垂直状态的描述。任何一个处于垂直状态中的质点及位置，相对于我们观测者一定要运动，并且不断变化的运动方向和走过的轨迹，又可以重新构成一个垂直状态。这个就是垂直原理。不断变化的运动方向一定是曲线运动，圆周运动最多可以做2条相互垂直的切线，而空间是3维的，其运动轨迹一定可以做3条相互垂直的切线，所以运动一定会在圆形的垂直方向上延伸。
合理的看法是，质点在空间中以柱状螺旋式运动，太阳系内几乎所有的星球都在旋转，行星都绕太阳公转，又在自转，而包括太阳在内所有的星球都有自转。在微观世界中，电子、质子、中子等等都有自旋，整个银河系也在旋转，可见宇宙中物体的旋转运动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宇宙中所有自由存在于空间中的物体都是以螺旋式在运动。螺旋式运动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规律，星球的自转和公转本质上都是螺旋规律造成的。空间本身是可以柱状螺旋式在运动。我们知道，沿空间中任意一点最多可以做3条相互垂直的有向线段，称为三维空间。一维空间决定了质点以直线运动，二维空间决定了质点以圆或者曲线运动，三维空间决定了质点以柱状螺旋式运动。或者说，质点直线运动产生了一维空间，质点曲线运动产生二维空间，质点柱状螺旋式运动产生了三维空间。这两种看法是我们人对同一个现象从不同角度理解而出现的。单单从时间是人的感觉，没有人就不存在时间这种观点出发，就知道运动状态是我们人的描述。没有我们人，不存在运动状态，同时也不存在静止状态。宇宙的运动演化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宇宙空间本身的运动是因为空间的三维垂直状态经过我们人描述的结果。现在主流物理理论支持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还有宇宙背景辐射。宇宙背景辐射是指来自宇宙空间背景上的各项同性的微波辐射，也称为宇宙空间微波背景辐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彭齐亚斯和拉贝尔·比尔逊为了改进卫星通讯，建立了高灵密度的号角式接收天线系统。1964年，他们用它测量隐运气体射电强度。为了降低噪烟，他们甚至清除了天线上的鸟粪，但依然有消除不掉的背景噪声。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宇宙的波长为 7.35 厘米的微波噪声相当于 3.5 K 温度的辐射。1965年，他们又定证为 3K， 并将这一发现公诸于世，为此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宇宙背景辐射的特征和绝对温标 2.725 K 的黑体辐射相同，频率属于微波范围。现代主流物理学认为，宇宙微波背景是宇宙背景辐射之一，为观测宇宙学的基础，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诞生于宇宙大爆炸时刻。利用传统的光学望远镜观察恒星和星系之间的空间背景是一片漆黑，然而利用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可发现微弱的背景辉光，且在各个方向上几乎一模一样，与任何恒星、星系或其他对象都毫无关系。这种光的电磁波谱在微波区域最强。现在的物理学家坚信，宇宙背景辐射是一种大爆炸遗留下来的。他们认为，宇宙微波背景是我们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当宇宙刚刚38万岁时刻在天空上，它显示出微小的温度涨落，对应着局部密度的细微差异，代表着所有未来的结构，是当今的恒星与星系形成的种子。宇宙微波背景解释了宇宙早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辐射，它的发现被认为是一个证明大爆炸宇宙模型正确性的里程碑。但是，如果认为宇宙大爆炸理论是错误的，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么宇宙背景辐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我们来提出一个问题：温度是什么？温度是指物体的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我们再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对于纯净的真空会不会有温度？按照温度的定义，真空肯定是没有温度的，是绝对零度，因为真空中没有物体的分子，没有实物粒子，当然就不会有什么粒子运动，谈不上什么温度。由此，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实验，把一个密封的容器放上一温度测量仪器，在外面可以读出这个温度计的数字，可以设想容器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的肯定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开始抽容器里的空气，看看容器里面的温度是否下降。
下降的程度和抽出的空气多少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把里面的空气抽完了，里面的温度是否会降到绝对0度？如果实验证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容器里面的温度降到绝对0度，原因是什么？外界的热量是如何传到容器里面的？我们知道，热的传播有3种方式，一种是对流，一种是传导，一种是电磁辐射。在这种情况下，对流和传导是不会发生的，唯一的原因是电磁辐射把能量传进去。在现代物理理论中，认为辐射就是电磁波的辐射。我们还可以设计实验，能够屏蔽电磁波，把电磁波屏蔽掉，是否能够得到绝对0度？统一场论的回答是无论如何不会降到绝对0度。统一场论认为，场的本质就是空间，空间本身时刻在运动，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就是通过变化的空间来传输、交换能量。空间本身就有传播能量的能力，所以在以上的实验中，难以使温度降到绝对0度。即使在远离星球的一块真空中，没有别的物体影响，统一场论认为，真空在我们测量时候仍然具有温度。统一场论认为，物理学中的运动状态和几何中的运动状态是等价的。在空间中任何一个处于垂直状态中的物质点的位置，必然要发生变动，并且它运动的方向是不断的变化了。这些不断变化的方向又可以重新构成一个垂直状态。现实空间就是3维的，过一点可以做出3条相互垂直的有相线段。任何一个物体，包括测量温度的测量仪器，存在于空间中总是要运动的，因而总是有温度的。温度是物质粒子在空间中无规则运动的程度，没有粒子的运动就谈不上温度。由于任何一个物体存在于空间中总是要运动，而测量温度的仪器必须是物体，所以我们无法测量到具有绝对0度的真空。这可有意思，真空可以是温度为绝对0度的状态，只是我们无法测量到。你一测量必须用到物体，一有物体就能够产生温度，所以真空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推算出是绝对0度。可惜我们无法从实验上证实，这个无法证实当然也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不是我们人的能力有限。1980年代前，人们发现从太空所有方向来的辐射具有完全相同的温度，这太平滑和完美了。这个是宇宙背景辐射学说所无法解释的。我们的结论是，物体可以通过空间来相互作用，物体可以对真空施加影响，并且影响到真空中存在的物体。所以测量真空必然要用物体去测量，这样总存在着温度，不可能得到绝对0度。从这种角度出发，宇宙大爆炸理论是错误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学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总结，宇宙大爆炸理论在诸多方面面临着严峻的质疑，从时间本质的新视角斗与相对论的矛盾，从星球运动的真正原因探索到对宇宙背景辐射的深入剖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重新审视这一主流理论。宇宙的奥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神秘，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现有的理论，而应秉持科学的质疑精神，不断开拓思维，勇于探索未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追寻宇宙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逐步揭开宇宙那神秘的面纱，真正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世界。